非常之開心啊，可以嚟到橫濱咧參加呢個日本癌治療學會嘅週年年會喎。咁啊，廢話唔多講啦，帶大家睇睇到底有咩最新嘅研究成果先。硼中子捕獲療法 BNCT 同埋呢個光免疫治療咧，可以話呢兩項咧係日本比較有特色嘅先進療法嚟嘅。咁硼中子咧喺2020年咧已經納入咗日本嘅國家保險咧，可以係治療呢個復發性嘅頭頸癌。咁光免疫治療咧就係利用呢個紅光咧去破壞癌細胞嘅表面咧，從而咧激發我哋嘅免疫系統咧作出進一步嘅反應嘅。硼中子治療嘅過程咧，首先係要喺身體裏邊注射一種叫硼10嘅同位素，硼10同位素咧就會積聚喺腫瘤細胞度，跟住就會用熱中子咧去照射腫瘤部位。咁熱中子捕獲到硼10咧，就會釋放出大量粒子，從而殺滅腫瘤嘅。而熱中子捕獲硼10嘅機率咧係遠遠大於熱中子捕獲正常細胞嘅機率，所以基本上唔會傷害到正常細胞，亦因此咧硼中子咧亦都可以被稱為有標靶性質嘅放射治療。咁硼中子咧喺2020年咧已經喺日本被納入國家醫療保險，咁主要用喺中晚期唔能夠手術切除嘅頭頸癌，又或者復發嘅頭頸癌身上嘅。咁呢度有個例子咧，就喺鼻竇上面嘅腫瘤同埋皮膚上面嘅腫瘤，再經過硼中子治療3個月之後咧，就明顯萎縮咗嘅。咁會上報告出11個病例，全部都係口咽同埋喉部嘅腫瘤，喺經歷咗硼中子治療之後咧，100%咧都得到控制嘅。但係有個別嘅案例咧，喺做完硼中子之後咧，都係再度復發，需要再進行手術或者化療嘅。咁日本嘅硼中子設備數目咧係世界最多嘅，有7台儀器咧係投入緊臨床使用。咁中國就係第2多啦，有4台儀器。咁芬蘭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等國家咧都各自有1台嘅。咁講完硼中子咧，又講下咩叫光免疫治療。首先咧，用近紅外線咧照射腫瘤嘅表面，咁腫瘤表面嘅細胞咧壞死咧，就會釋放出一啲表面嘅因子受體。咁呢啲嘅表面因子受體咧，就俾一啲唔成熟或者唔活躍嘅樹突狀細胞 DC 細胞所捕捉得到。咁唔成熟嘅 DC 細胞咧，就會轉化成成熟嘅 DC 細胞，進一步咧俾指令我哋嘅 T 細胞，咁就會導致 T 細胞加緊進行對腫瘤嘅攻擊。咁呢個就係光免疫治療嘅儀器。咁近紅外激光咧就會射到嘅腫瘤表面，咁過程大概係4至5分鐘左右。咁會上咧就 present 咗220個光免疫治療嘅案例。咁唔同類型嘅腫瘤咧都有明顯縮細，咁反應率喺70%咧至到100% 之間。咁亦都有啲初步嘅數據顯示咧，光免疫治療咧可以結合傳統嘅 PD-1 免疫治療，使到佢哋治療效果咧更加理想嘅。咁而家喺美國、日本同埋台灣咧進行緊一項大型嘅3期臨床試驗，咁係將光免疫療法同埋 PD-1 治療咧結合起嚟，咁啊用喺呢個頭頸癌身上嘅。咁啊結果我哋拭目以待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日本嘅腸胃癌嘅治療同埋研究咧係非常之多嘅。咁而家都進入咗免疫治療嘅年代啦。咁有一部分嘅腸癌嘅病人咧，其實咧係可以喺手術之前咧，通過用免疫治療將個腫瘤縮細咧，再進行手術嘅。另外而家亦都有啲研究數據咧，知道咧係點樣可以提高免疫治療嘅效果。譬如喺唔同嘅時間落免疫治療咧，原來個效果都唔一樣喎。咁首先講講晚期嘅腸癌病人帶有呢個 DMMR 突變嘅治療。咁呢個 DMMR 咧其實係免疫治療嘅其中一個指標嚟嘅，但係 DMMR 出現嘅機率咧其實係比較低嘅，只有5% 嘅腸癌病人咧帶有呢種突變。但係一旦帶有呢種突變咧，佢嘅特點咧就係對於傳統嘅化療嘅成效咧係比較差嘅，但係對於免疫治療效果咧又會比較好喎。咁呢個研究咧就將呢個 DMMR 突變嘅腸癌病人咧分做2組，咁啊第一組接受呢個雙免疫治療，第二組咧就接受翻傳統嘅化療。咁正如所料咧，雙免疫治療嘅生存期咧係遠遠大於化療嗰組嘅。咁但係唔係屬於呢種 DMMR 突變嘅腸癌病人，咁又點算好呢？咁而家嘅做法咧都係以化療為主幹啦，咁有啲再配合標靶。咁但係而家咧有2隻免疫治療 Botensilimab 同 Balstilimab 呢2種咧正在開發當中。咁初步嘅研究數據顯示咧，對於非 DMMR 突變嘅腸癌病人咧個效果都算唔錯喎。咁呢個我哋又將來拭目以待啦。咁頭先講咗晚期腸癌啦，咁如果早期腸癌能夠切除嘅話咧，而又帶有呢個 DMMR 突變嘅話咧，應該係點處理呢？咁呢一個研究咧就係講緊早期腸癌病人帶有呢個 DMMR 突變，咁喺手術之前咧先使用免疫治療將個腫瘤縮細。咁喺手術清除之後咧，喺個病理標本裏邊發現咧，超過95% 嘅病人咧，佢哋嘅腫瘤標本咧得翻細過10% 嘅腫瘤細胞喺裏邊嘅，而且呢類病人咧100% 喺3年之內咧係冇復發嘅。
咁向另一場 present 咧就公佈咗一啲比較有趣嘅研究成果。咁綜合咗18個研究，咁裏邊有超過3000個病人，咁啊包含唔同嘅腫瘤，包括肺癌啦、黑色素瘤啦，又或者係腸胃癌啦。咁發現咗咧，喺一日較早嘅時間，例如朝頭早嘅時候落免疫治療咧，個效果咧係好過喺晏晝或者夜啲嘅時候落嘅。咁個原因咧，估計就係早上嘅時候，我哋嘅免疫系統比較活躍，咁順住我哋嘅生物時鐘咧，喺早上落免疫治療咧，個效果會比較好嘅。所以古人就話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咧，其實咧真係有科學根據噶。咁大家記住咧，都要早睡早起啦。咁傳統嚟講咧，我哋對於一個癌症嘅 case 嘅預後咧，通常係講緊用個期數啦。個期數越後咧，個預後就越差嘅。嗱，即係話個腫瘤越大咧，通常咧個預後就比較差。咁但係近呢幾年咧有個新技術叫 ctDNA 啦。咁 ctDNA 嚟講咧，其實係一啲血液裏邊係腫瘤好微小嘅 DNA 嘅片段喺血液裏邊能夠捉得到。尤其是喺肺癌啊、腸癌啊上邊咧，其實可以好準確地咧預測到病人嘅預後同埋復發係有幾高嘅喎。咁比起佢嘅期數咧，仲要嚟得準確嘅喎。咁首先解釋一個概念先啦 ，MRD， 咁啊英文即係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， 即係話微小殘留疾病。咁好多人咧都有個疑問就係話，咁啊有個早期嘅腫瘤啦，咁如果手術切除咗之後咧，點解若干年之後個腫瘤又會復發呢？因為一啲好微細嘅腫瘤細胞咧就匿咗啲血管或者淋巴管嗰度。咁假以時日咧，佢哋咧又會走翻出嚟，又會重新生長嘅。咁呢啲好微小嘅一啲嘅腫瘤組織咧，其實咧響照 CT 啊或者 PET CT 咧，其實都係睇唔到嘅。所以 MRD 咧就係一個概念嚟嘅，代表一啲咧好微細嘅腫瘤係照影像都睇唔到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點樣去檢測我哋身體仲有好微小嘅腫瘤喺身體裏邊咧？就係使用呢個 ctDNA 技術啦。咁 ctDNA 咧，即係 circulating tumor DNA， 喺血液裏邊咧能夠捉到一啲好細小嘅腫瘤嘅殘留 DNA 片段。咁呢個圖表咧就睇到喺肺癌裏邊咧做咗手術之後咧，再落咗一次輔助性嘅免疫治療藥物之後，再抽一個 ctDNA 去檢測。如果 ctDNA 係陰性嘅話咧，咁佢個復發機率咧比起 ctDNA 陽性咧，其實要少幾十倍咁多嘅。咁而家做緊嘅 ctDNA 嘅研究試驗咧，最主要係將啲病人分流。例如喺2期或者3期嘅腸癌裏邊咧，如果 ctDNA 陽性嘅話咧，先至需要做輔助性嘅化療；如果 ctDNA 陰性嘅話咧，咁其實咧就唔需要化療。因為如果 ctDNA 係陰性嘅話咧，佢哋復發風險咧其實係好低好低嘅。所以呢類病人咧，即使唔做輔助性化療咧，佢哋復發風險都係好低嘅。咁呢一類嘅病人咧，就唔需要白白承受化療所帶嚟嘅副作用啦。